近期以来，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可谓是费尽了心思。自拜登上台以来，我国周边海域就鲜有安宁之日。美国军机军舰在我国周边领域示威炫耀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的目的无非就是巡查我军的军事行动，干扰我国的发展。尽管我国外交部再三警告美国不要拿自由航行来当挡箭牌，肆意的在我国南海附近来回航行，但是美国非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又开始在我国南海出现了新动作。据环球网相关消息报道，近日我国南海地区出现了由美国一艘战斗舰和一艘驱逐舰首次组成的水面行动群，并在其海域进行水面作战、水雷作战等作战军事行动演练。随后还出现了舰载无人潜航器。美国太平洋舰队官网消息称，这支舰队是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海军部队，还称这样的联合军事行动能够有效提高美军的综合作战实力和对敌杀伤力。对此，我国田军礼大校表示，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南海安全风险制造者，美军的种种行径严重破坏了我国周边海域和平稳定发展的趋势，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美国政府将我国的发展妖魔化，恶意抹黑我国实力，把中方的发展称之为危害国际安全秩序的手段。但是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才是那个危害国际安全的罪魁祸首。这次的军事行动无疑是美国给其他国家周边海域制造混乱的又一铁证。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如今的美国已经被霸权主义蛊惑，所以我们说再多的良言都是没有用的。此次这样的军事行动无疑会挑动两国矛盾关系，将南海局势升温，把南海局势推进了危急时刻，这无疑是在逼解放军出手。所以我们必须早日下定决心，如果美军踏入我国底线，就直接开火。劝告的语言已经对美国不再有任何作用，我们有时候应该多学习和借鉴一下俄罗斯的处理方式，因为他们更能明白怎样的语言才是美国能听得懂的。正如我国国防大学教授戴旭大校所言，美国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他们闯进了我国海域或者领空，我们就直接开火。如果我们一直都只是警告不出击的话，只会助长他们嚣张的气焰，让其误以为我们是在怕他们，从而只会胆大妄为，蹬鼻子上脸。总之，还是希望美国能够认清国际形势。如今的中国可不是以前的中国，如果非要继续挑战解放军的耐心，和中国硬碰硬的话，对美国是没有一点好处的，反而只会撞得头破血流。近日，美国国防杂志执行主编乔恩·哈珀在提及日本国防产业发展时，声称日本现阶段的国防能力不足以应对中国威胁。如今的日本国防长期以来都在依赖进口装备，加上本国军工产业发展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哈珀建议日本建立自己的完整军事工业并扩大军队。值得一提，美国副国务卿舍曼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的会谈刚结束不久。这次于天津举行的面对面会谈，在国际社会上受到诸多关注。在一边释放想谈信号，一边继续针对中国的背景下，尽管明眼人都能看出美国并不是真心想要跟中国缓和关系，但是介于大国风范以及预防美国借此事件给中国使绊子，我国还是同意了见面。当然，美方如此坚持要跟中方会谈，还是不带一点诚意的前提下，外界不少人心里也都有数。以美国的性格，怕是想要借此增加筹码，逼中国上谈判桌。可中国不吃这一套，舍曼在天津向中国施压失败后，便将目标放在了日本身上。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或许是想先扩大中国威胁，让日本有危机感后，便可以顺理成章地怂恿日本对付中国。如此看来，美国这次岂不是江郎才尽，只剩下借刀杀人这一招了？虽说早在拜登上台迫切拉近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多国关系时，外界就有所猜测，美国这是在为之后借盟友的手对付中国做铺垫。但当这一天真的来了，还是不敢相信一个世界大国竟然会利用身后的盟友。对于日本来说，一旦上了美国的当，无异于被迫赌上国运，哪怕是在明知道是被利用的情况下，日本仍然为了讨好美国选择扩军，增强国防能力，迎接该国的都会是死路一条。中国向来希望以对话的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会任由挑衅者肆无忌惮的叫板。一次两次警告被无视，接下来就是重拳出击了。解放军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日本若是顺着美国的意愿，且不说是否能借此与美国站一块儿，
仅从挑衅这事来说，中国就绝对不再客气，有胆子就来战。话说回来，日本既然甘愿送死上美国的当，那解放军当然乐意之至。毕竟有这么一个练习的好靶子，哪有拒绝的道理？变相来说，这也是解放军的机会。如果能趁此狠狠敲打一下日本，来一个杀鸡儆猴，想必其他试图叫嚣中国的国家就会望而却步了。总之，美专家鼓动日本扩军，着急的一定不是中国。至于是日本还是美国，就看日本会不会上美国这次的当了。日本作为美国的附属，两国关系很是亲近。在美国极力打压中国时，日本可谓是出了一份大力。然而，就在以为两国关系会更进一步时，美国却勒索日本，日本极力反对。美日两国这是要掰。据《环球时报》称，在美日两国商谈上，美国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直言日本要加大对驻日美军的投资，实名保护费。很显然，这一要求立马遭到了日本的拒绝。日方认为已经对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而美国此举实属无理要求。美军之所以会要求日本加大投资，是因为美国自身乏力，美军在各个领域投入大量的资金。单从军事上看，美军频繁叫嚣的背后是金钱的大量流失。而在中美两国博弈之际，拜登政府要对抗中国，势必要有资金的流转。加大保护费的背后，也说明了美军资源的枯竭。想必日本也很明白，看透了这场谈判的实质。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得重新思考本国的立场，深究中日两国的关系。据环球网报道，近日日本中传来了对中日两国关系友好的呼声，反中亡国论直言日本无法脱离中国，要对两国关系进行实质性深思，不仅仅是一味排斥中国。在这一文中，傅板聪反思到，日本现在步入了一个误区，只会单方面对中国进行打压，手段太过极端，这是日本的愚蠢之举，这势必会给自己导致巨大的损失。除此之外，他还声称日本离不开中国，两国必须进行外交上的有力会谈，避免相互造成伤害，从而实现双赢。其深深明白这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对战，而非中日两国之间的抗争。日本要防止沦为美国摆布的玩偶，避免成为引发纷争的罪魁祸首。其他国家逐渐参与亚洲利益争夺赛，导致其局势更加紧张，而日本不应该横插一脚，引发局势的进一步升级。显而易见，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这不利于日本将来的发展。在日本和美国争执不下，日本想寻求新的出路，美日两国或反目。在呼吁日本和中国要有新的建树时，中日两国或有新进展，谋求最大的利益一直是当前的主流。从目前来看，即使日本明白其中的要害，但其与美国反目的可能性非常小。美国的无理要求只会让日本心生怨念，但后者基本不会直接和美国硬碰硬，因为现在的日本还没有这个能力。而中日两国很大程度上会有新进展，因为中国是一个和平爱好者。只要在不涉及原则问题上，日本投以真挚态度，中国很乐意接受好的局面。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碍于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世界各国都对美国礼让三分。但是越来越多迹象表明，美国根本不值得被尊重，就连同一向以礼仪之邦著称的中国，在美国的无耻行径下，也不会再尊重美国。日前，在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在天津结束同中国的会谈后，中方在同一地点接见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据悉，这应该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次公开同塔利班接触。细心的观察人士指出，在同一地点，中国前后接见了美国和塔利班，但是塔利班却享受了来自中国的极高礼遇。相比之下，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则显得不受中国待见。也就是说，在中国看来，同塔利班接触远比和美国这个世界军力第一的强国接触重要得多。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美国自己。我们知道，近段时间美国频频踩上中国红线，军机3度降台，舰艇3番5次穿航台海。可以说，美国这是在赤裸裸地向中国主权发起挑战。他们自以为用这种无耻的军事挑战就可以让中国屈服，但是事实证明，这只会加剧中国的回击力度。而此次会面除了透露出中国不再尊重美外，还透露出一个更大的信息点：中国正在一步步限制美国行动。现在看来，中方同塔利班正式接触被视作一个良好的合作信号，未来中国将在阿富汗局势走向上发挥重大作用。
不同于以往的苏联，甚至是出兵20年干预仍然毫无起色的美国，中国的战略显然更加谨慎，而且中国的经济效率以及产业转移能力远远强于苏联和美国。从这里来看，中国具备成为规则改变者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中方加强同叙利亚的关系，似乎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此前考虑到美国的中东战略，中国在中东的形势都比较低调，而现在却慢慢不一样了。中国越来越趋向于从幕后走到台前，并不再只是被动的回击美国，而是主动去打击美国。在中东与美敌对国家加强联系，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然，正如同今日俄罗斯网站专家所说的那样，中国在中东的战略转变不仅仅只是为了对付美国，也关乎到中国的国家利益。众所周知，中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通过加强同中东国家联系，也能够更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国的国家底气。